Hello， 大家好，我是不学的股市真心分享价值 Kevin。你们最近好吗？有没有持续的在学习投资理财呢？那这期影片我要跟你分享的是指数化投资胜利的3大关键。如果你忽略了这3大关键原则，那你的指数化投资相对于主动投资来讲就没有任何优势咯。那这期影片我主要会参考指数教父约翰伯格他的这一本著作。约翰伯格的投资常识这本书当中的重点精髓。如果你想要靠指数化投资提早退休的话，那今天这期影片你一定要看到最后哦。那我相信你一定有听说过指数化基金呢，它的长期绩效可以赢过 90% 的主动型的基金。那这段话是真实的，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报告。这个报告呢是由标准普尔公司他们所制作出来的报告，叫做 SPIVA 报告，它是每一年都会更新。那左边第一栏代表的是不同分类的主动基金，那左边第二栏则是代表这些基金他们所对应的指数型的基金。那右边这几栏的话呢，则是代表投资几年之后，这些指数型的基金它赢过了多少主动型的基金，它们的比例有多少。那你可以发现到，如果你投资年限来到20年以上，那你的指数型的基金它赢过主动型的基金的比例基本上都是超过 90% 哦。那这个胜率呢，是不管你是投资小型股、中型股或者是大型股，乃至于说你是投资成长股或者是价值股，只要它有对应的指数型的基金都可以统计出来。我们就是可以发现到指数型的基金在绩效方面，只要你长期投资下来，那它的绩效很容易就赢过主动型的基金哦。那看完这个表格，就有非常多的投资人就认为那我就只要指数化投资，我就可以赢过 90% 以上的主动基金。请问这个论点到底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那这个论点其实没有100%的正确，主要就是如果你忽略了3个指数化投资获胜的关键，那其实你的指数化投资并不会比主动投资还要优异哦。那这3个重点是哪3个呢？第一个重点就是广泛投资。那为什么一定要进行广泛投资呢？因为许多投资人他们会追逐那种过去一段时间表现非常亮眼的产业或者是热门的标的。不过市场上有存在一个现象，这个现象叫做均值回归。那均值回归的意思就是指资产的价格或者是它的收益率经历短期的异常波动之后呢，往往会回复到它长期的平均水准。我这边举一个例子，假设有一个产业呢，它的股价在短期内呢忽然间大幅的上涨，那这可能就已经提前反映了该产业未来的优异表现。那接下来这些产业它们未来的股价表现呢，通常都会趋于平稳，逐渐的回归到合理的区间。反之亦然，如果它短期内呢大幅的下跌的话呢，很可能就会出现反弹。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不能单纯根据短期的表现去追逐那些热门的产业或者是投资标的，因为短期大涨的股票呢，它的价格可能就已经出现高估的状况，进而带来较低的未来报酬哦。就像是过去2024年有非常多的 AI 科技股，他们的股价在1年内呢就涨了将近 100%， 那有非常多的投资人就跟着新闻跑，一看到财报或者是媒体在报道在吹捧，就会兴冲冲的进场。结果我们购买的这些股票呢，它的股价可能已经提前反映它未来的绩效了，这就会使得他们现在其实进场的估值就是偏高。最后只要这些产业一有风吹草动他们的股价就会出现大幅的下跌。那我们投资人在高点进场就很容易惨赔出场哦。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进行广泛分散的投资呢？那指数教父就是希望我们去投资那种广泛分散，把那种大中小型的企业全部都囊括的一个指数，而且呢各个产业也都囊括在内。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可以获得这整个地区的经济成长，不会因为单一产业的衰退而面临严重的损失哦。那第二个指数化投资的重点就是长期投资，企业的赚钱能力才是我们获胜的关键。因为短期股市的波动呢，多半受到市场情绪或者是估值变动的干扰，但是呢，你长期的投资绩效最终都会回归到这些企业它实实在在的赚钱能力哦。那我这边直接举一个例子，假设呢某一家公司呢，它现在每一年的盈余，就是它每一年可以赚到10块钱，然后它现在的股价是100块，也就代表说呢，这家公司它现在的本益比
就是100去除上10就等于是10倍。那很多投资人就会把这个10倍的本益比看成是你现在投资这家公司，你就要花10年的时间才可以回本。那如果呢市场情绪非常的嗨，同样是每年赚10块钱，但是呢股价却从100块钱飙到了200块钱，那这时这家公司的本益比就会来到20倍。相当于呢，你就是要花20年的时间才可以投资回本哦。那到了20倍之后呢，投资人可能就会觉得，这家公司20年才能回本，实在是太久了。那对投资人来讲，就表示说呢，这个股价就是偏贵。那投资人就不会再疯狂的买入，就会使得股价呢就涨不动了。那过一段时间之后呢，这家公司的盈余可能就逐渐攀升，来到了20元。如果此时它的股价还是200块钱的话呢，那它的本益比就会再次回到10倍。那是不是它的本益比相对于之前的20倍来讲就是更加的合理？那这时候呢，可能投资人又会开始再买进咯。所以从这个循环当中，你有没有发现到短期投资你的绩效呢主要受制于股价的评价改变，也就是本益比的变化。但是呢，如果是长期的话呢，真正影响股价的就是这家公司它每年稳定赚钱的能力哦。那约翰伯格就指出，长期投资的主要驱动力就是市场整体的盈余成长率，再去加上股利率。那只要整体企业的获利稳定成长，那投资人最终都能享受到企业的成果哦。指数化的长期投资就是为了要拿到整个市场的一个经济的表现，而不是去在乎那种短期的那种股价评价的改变。因为你只要是这些产业这个市场他们的经济是持续的越来越好，他们的赚钱能力越来越强，那我们进行指数化的投资就可以获得非常好的报酬。指数化的绩效呢是正比于这些产业他们的赚钱能力哦。指数化投资它最主要的成功关键就是低成本。指数化的基金呢，它的管理费用以及它的交易成本通常都是远低于主动型的基金。因为主动型的基金它需要雇佣经理人，那经理人他的薪水就是一大笔的支出，再去加上主动管理型的基金，它的周转率通常都来到200%以上。主动管理型的基金，它的一个成分股在1年内可能会换好几次，这就会使得它的周转率变得非常的高，那交易成本当然就会非常的惊人咯。那对于长期持有者来说，成本是最直接而且呢确定会侵蚀我们报酬率的主要的原因。那指数教父约翰伯格就指出倘若主动管理型的基金它收取非常高的管理费，就算它的投资标的一开始看似好像获利不错，但是呢你随着时间的拉长，高费用所产生的负面的复利效应就会越来越明显。我直接举一个例子，假设你现在要投资一个指数，你要投资它20年，那有2档基金呢是追踪这个指数的。那 A 基金呢，它的费用率它的年度费用率是 0.1%， 那 B 基金的话呢，它的年度费用率是 1%。那你投资20年下来， 0.1% 的 A 基金它几乎能保留 98% 的指数的报酬，但是如果你是费用率 1% 的 B 基金的话，你最终只能保留 81% 的指数的报酬哦。那你可能会问，这么一点点的费用率的差距真的有这么的恐怖吗？是的，因为不只是报酬会有复利效应，成本也会有复利效应。假设我们刚刚的例子，你是投资100万，每年的年化报酬率是 10%， 你投资20年，那 A 基金它的费用率是 0.1% 嘛，那最终你就可以拿到658万。但是如果你是 B 基金，它的费用率是 1%， 那最终你只能拿到544万。这两个基金它的投资标的都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呢他们的报酬呢就相差了114万哦。那这边我一定要提醒大家，如果你购买了那种高费用率的 ETF， 那就是我们自己承担了 100% 的投资风险，我们付出了 100% 的投资成本，但是呢我们的最终的获利呢却有非常大的一部分呢被投信公司给拿走了。我们该上去你要来对待我。所以我们在投资 ETF 或者是基金的时候呢，一定要非常的注重去看它的成本哦。所以为什么指数基金可以赢过主动型的基金？它的最大的原因其实就是低成本。因为指数化的基金，它的内扣费用，它的费用率甚至可以低到 0.03%。
好像是美国的 VOO 这一档 ETF。但是呢，如果你是主动型的基金，如果你有投资过主动型的基金，你一定知道主动型的基金它1年的管理费甚至会来到 3% 哦。那 3% 这么高的费用率，就会使得你的报酬变得非常的差哦。所以如果我们要选择指数化投资的话呢，我们一定要聚焦在那一种费用率最低的 ETF 上面，这样子长期投资下来，我们的复利报酬才可以最大化哦。好，那我们统整今天跟大家分享的3大指数化投资的成功关键。第一个关键就是你要进行广泛分散的投资，因为分散投资是我们投资人避免踩到买贵报酬低的最佳方法。那分散投资也可以降低单一产业的风险，我们可以享受整个地区整个市场的经济成长。那第二个重点就是长期投资，那企业的赚钱能力以及它的盈余成长最终会主导我们的投资报酬，短期的估值呢只是杂音。那第三个重点就是低成本，费用复利会侵蚀我们投资人的报酬非常的巨大，所以我们要选择低费用的基金进行投资，才能保留最多的获利。相信你只要运用这3大关键，持之以恒的进行投资，你也能享受到整体市场成长所带来的投资绩效哦。好了，我是不随着股市真心分享价值的 Kevin， 如果你觉得这影片对你有帮助，别忘了点个赞再走。那 Kevin 持续速度不易 ，Kevin 非常需要支持，我们下期影片见，拜拜。可能已经提前，这就可能使得未来的，这就已经提前反映的大幅上涨，那可能已经提前反映未来的乐观一点。